纪星他其实有一股劲儿，就是不服输，他有他的一个野心。那你觉得韩婷有没有什么追女生的技巧和要被吐槽的直男行为？我倒觉得他技巧不多，起码是真心以及真诚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平等的去思考。那么直男的点就是他以为的尊重以及为对方好，可能有时候是他默默的行动，但他话语里会比较毒舌，或者说比较直。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带了那么一点毒舌，那你觉得他的毒舌功力在以往的角色里面能排第几呢？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有实力的毒舌，其他谁没有实力呢？韩婷的毒舌更多的是基于他的实力以及他的位置，他所看待的事情，他只不过讲出他认为最直接最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观点，对，结果这变成了毒舌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。像这种现代剧里面，他的妆造啊和服化其实会很差不多，那你担心会演的时候会被大家说很像吗？其实我没什么发型能换，对，那其实现实中的徐凯会很在意仪式感，还是很不想要有这种仪式感？不要，我工作都是那个短裤拖鞋背。对，我感觉看到你很多私下，包括那个机场什么的，就是很随意。我家里一套西装都没有，我的衣柜里面这么多衣服，一套西装正装都没买过。那有没有从那个韩婷身上学到点什么？目前一点没学到，一点都没学到。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都有这些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要是韩婷，我还拍戏？那一次，这次跟谭松韵合作感受怎么样呢？非常好，因为松韵他是一个对待工作非常认真的人，他对于角色的一个走向以及一个整体的趋势什么，他会很认真的去跟我们一起去探讨，他是有一个很强逻辑在的。那私下他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活泼的一个女孩，非常的能 get 到一些笑点的啊。其实我们现场有挺多走戏的时候挺好笑的地方，她是一个也很会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。分享一下就是那一场戏的感受。我感觉我那天跟真的结婚了，真的很有氛围感的一个。那你觉得这个剧里面韩婷和纪星最甜的一场名场面是什么？婚纱的公主抱的名场面，还有就是浴缸里刮胡子，还有就是我给她做饭。每次在跳墙上赛道都能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可能因为我的主角光环嘛。就首先你得真诚，其次你得是主角光环。说得很对。以前洗澡只露到那个肩膀，这次露到腹肌，会害羞吗？感觉很奇怪。怎么奇怪？上来就真洗澡啊！我们其实拍了挺久的，我还用了洗发露。你是真洗啊你？因为没喊咖，你不可能一直在那耍帅，就是弄头发，什么东西都不涂。我一看他也没喊咖，我服了。弄点沐浴露吧，擦一擦，还不喊。挤点洗发露好了。全身上下都洗了一遍。对呀，主要是我一直在说你别把机位弄得太低，别穿帮，我下面绑的浴巾啊，怪怪的感觉。对，你要知道现场就超级多人多，我知道那种感觉。我就没试过在现场洗澡的，这是第一次，其实第一次。说很喜欢韩婷的学生装嘛，然后大家都 Q 我说有没有机会考虑接一部校园剧？没机会了，30。你让我回去演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徐凯，我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饰演的是韩婷。就是在看剧本之前，你有看过原小说吗？没有太多，就大致的去，因为其实小说是无法还原到，很多是无法还原到剧中的。我觉得很难再有比韩婷好的人设了，我觉得是因为韩婷她的一个格局和她一个所运筹帷幄的一个大盘，其实是你可以字字句句的分析，都是很有道理的。那你从他身上是不是学到了一些商业思维呢？完全没有。然后你是怎么理解他的恋爱观的？我觉得他的恋爱观真的是非常之好，就是既深情又浪漫，就是盖棺定论，而且韩婷还做到了。你跟他的恋爱观相似吗？我觉得开心就好。就是在饰演韩婷的过程中有没有哪场戏给你演爽了？很多场戏演爽了。我的办公室里有办公室这么大。他说你办公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休息室啊？你看过原著的啊？有张床是吧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在现场是没看到有床的。
你跟谭松韵合作之前嘛，你对他的印象来源于什么呢？其实我跟松韵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，后面我们一起走下后台，然后到电梯里我们都是一起，然后就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。当时就觉得这个女演员挺可爱的，然后合作完就觉得她是一个既可爱又认真，然后对自己工作非常负责的一个人。如果你是制片人的话，你看到什么样的人设本子会立刻安排你们俩二搭？仇人。如果你是剪辑师的话哈，你会给韩婷和季星高光名场面配什么 BGM？ 哎，有一个那个 BGM 很好，冬天一个有。你唱一下吗？咱们得更新一下代表作了吧？那个唱不了，那个很难。我很想知道，就是你不是拍完韩婷你会有那种戒断反应吗？等你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就有一点啊。如果韩婷被放在相亲角哈，你觉得她的受欢迎指数是多少？我觉得应该是万里挑一的，起码如果我是女的，我也会很喜欢韩婷。如果你是女生，家里给你安排了相亲对象就是韩婷，你会非常乐意去是吗？你不乐意啊？我太乐意了。就是韩婷的话，我可以立刻结婚。就吵架都怪自己的那种，是吧？那你有妹妹，你也会愿意让她跟韩婷结婚是吗？不愿意。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女儿的一个人，那么我觉得我有个妹妹的话，我肯定也是把她当成宝，那我肯定要自己亲自先去会一会这个韩婷，觉得这个人靠不靠谱，我才会把我的妹妹答应这门婚事。那如果是你和韩婷一起出现在相亲角，你觉得谁的赢的概率比较大呢？这种话你都问得出来，当然是韩婷啊。有人说我跟徐凯就是玩玩，跟韩婷才是真的，你要不要回复一下？我也要。有眼光。好，那你现在 PK 一下韩婷哈，徐凯 PK 韩婷，第一个谁更毒舌？韩婷啊。谁更爱吃醋？韩婷吧。那你呢？你现实生活中是个爱吃醋的人吗？一般。谁更会撒娇？韩婷吧，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了。还有那种季星给韩婷做了一个小卡盒，什么原谅卡啊，原谅卡拍了，幸福美满啊，盖棺定论啊。谁更胆子大？那当然是我了。韩婷她肯定没时间去密室的，去一下吓死她。那如果你跟谭松韵一起玩密室的话，是谁保护谁啊？我觉得应该也是我。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趟密室啊什么的？没有，因为我怕他是谭。这种东西还是不要问了。韩婷和季星去密室，你觉得谁会保护谁？你是韩婷保护那个季星啊，因为韩婷为了季星连命都可以不要。那生活中有女生做什么会让你觉得好浪漫？做自己会让我觉得很浪漫。那就很多人都是婚纱公主抱路透嘛，入坑了这部剧。然后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，你有想过引起这么大反响吗？没有，因为当时很多路人以为我们是真结婚，因为那很多游客在那拍，给我整不好意思。那如果让你自己策划婚礼的话，你会怎么策划？越简单越好啊，当然是。我好像真的很少，几乎没有幻想过这一天，就是会是怎么样计划的。我觉得可能旅游，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。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霸总戏啊？都演给我们看看吗？好像目前没有了。那你还想接吗？看情况吧，看那个霸总条件好不好。那我倒想再换一个领域。你最想什么领域？对，咱们就是有钱，然后就是演起来很爽的那种。听你说你就房地产呗。那你觉得 CP 感是由多少的剧情人设加多少的演员磁场加多少的玄学构成？33.33加33.33加33.33多，凑成一个100%。觉得缺一不可，铁三角。对于内娱的捕获速度如此之快，你有危机感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做好自己吧，一剧一命，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焦虑，你具体指谁会超过你呢？会有无数个后浪在那里，比不完这一个，还不如跟自己往上走。接下来我来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。首先是直男行为，在一段恋情当中，也就是当一个男生去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呢，这个男生的某一些行为呢，或者是语言呢，往往没有办法讨这个女孩子的欢心，所以这个词呢就可以翻译成 stray guy behavior。还有一个词呢叫毒舌。毒舌呢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，可能比较直接，然后呢，比较容易伤害对方的感情。这种直接的语言呢，往往会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，所以毒舌就可以翻译成 sharp tongue。还有一个词呢叫挖墙脚。挖墙脚这个词呢，往往是说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生，然后呢这个男生很喜欢这个女生，但是呢他突然发现这个女生呢是有男朋友的，他要使出一些手段呢去追求这个女生，让这个女生和她的男朋友分手，所以这种行为呢就被称之为挖墙脚。所以挖墙脚就可以翻译成 relationship poaching、partner poaching、relationship sabotage、love triangle manipulation。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。还有一个词呢叫主角光环。主角光环呢指的是
在一部电视剧当中啊，这个首先主角不容易死掉啊，可能在一些武侠剧当中呢，这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呢是往往到最后才牺牲，其他配角可能很早就死掉了。也可以说是在一部电视剧当中呢，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总能得到属于他们的爱情，因为这部电视剧就是以他们为主角的，所以主角光环呢就是 protagonist halo plot armor。Heroes advantage， 这些英文单词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。还有一个词呢叫我也是服了，这个词呢要根据这个语气来进行解释。往往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很无语，I'm speechless，或者是I can'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。 还有一个词呢叫后浪。后浪呢我们往往指那种比较有竞争力、比较有才华的年轻一代，就是这样的一些年轻一代呢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，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younger generation， successor, rising stars, up and coming talents, the wave of the future， 这些英文单词呢都可以用来表示后浪这个词的意思。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